夕阳下的悄然心动，李沁与龚俊的浪漫流光。在《花儿与少年》童心记忆中，有许多画面会在观众心里悄然发芽，却总有那么几个瞬间，会像微风轻轻拂过心间，让人忍不住回味珍藏。李沁与龚俊的对视、靠近与互动，便属于这样的存在。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，却像光落在肩上，像云卷云舒般自然，像不经意的心动那样真实。而在这其中，李沁下意识靠近龚俊的那一刻，两人约着一起看浪漫晚霞的片段，栈桥扶手前的甜蜜互动，更像是故事中被命运轻轻标注了星号的段落，温柔暧昧，却又带着一点悄悄的不可名状。情感有时候并不需要宣之于口，身体会在最先一步泄露心事。节目里，当李沁因环境或情绪而微微感到不安时，那一瞬间，他没有思考，没有犹豫，身体只是轻轻向旁侧移动，而那个方向恰好是龚俊所在的位置。这是一种极自然的心理投射。当人害怕时，他们会靠向让自己感到安心的对象。镜头捕捉到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却像故事里悄然划过的光。李沁并未察觉，而龚俊则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方式接住了他的靠近，没有后退，也没有惊讶，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，让他靠得更稳。两人的呼吸在那一刻仿佛交织成了一条看不见的线，细细密密，却稳稳牵住人心。这一幕甜得不张扬，却足以让无数观众在弹幕里直呼：这哪里是害怕，这是心动的下意识吧。两个人的距离近到可以听见彼此心跳。双引号。而甜并不浮躁，它来自一种深层的信任感，一种只有相互依赖才会生出的柔软。许多人都说，和喜欢的人一起看日落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事之一，因为晚霞是稍纵即逝的，而愿意与某人共享的心意是珍贵而独一无二的。在节目中，李沁与龚俊约着一起看晚霞，轻轻一句“我们一起去吧”，并没有刻意的暧昧，却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更让人心头微颤。那是一种我希望你在我身边的邀请，是真诚的、温柔的，也是不言而喻的亲密。晚霞染红了天空，也染软了两人的距离。在昏金的光线里，他们的剪影被拉得很长，像是一幅天然的画，色彩浪漫，情绪安静，却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。龚俊看向李沁的眼神里，有欣赏，有欣喜，还有一点连他自己可能都未察觉的深情。而李沁笑起来的样子，如同被夕阳照亮的花瓣，轻柔又明亮。那一刻，世界很简单，风是轻的，光是暖的，而你的存在就是浪漫本身。如果说看晚霞是浪漫的开场，那么栈桥扶手的画面就是甜味正浓的高潮。海风轻轻吹起李沁的头发，而他抓住栏杆的动作带着几分小心翼翼。龚俊站在他身侧，不动声色地调整位置，仿佛默默构筑起一片只属于他的安全区。两人的距离近到仿佛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，有那么几秒钟，连镜头都仿佛不好意思再靠得更近。李沁不经意的一个回头，与龚俊视线撞上，那是一种不小心溢出来的暧昧，像水光轻晃，像风吹过湖面的荡漾。观众在那一刻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。这也太甜了吧，甜得像电视剧里的名场面。你们俩是把综艺拍成偶像剧了吗？双引号。可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甜，而是甜背后的自然。他们没有刻意设计，没有表演，而是两颗心在相互靠近时自然绽放的光。李沁与龚俊的关系并不只是温柔，他们也会互怼，会斗嘴，会像朋友一样轻轻拍打彼此的肩膀，带着一点调皮与戏谑。但越是互怼，越是默契，越是拌嘴，越是亲近。
因为只有在意的人，才有资格被你用这种方式接近，也只有让你感到自在的人，才会让你愿意毫无防备地展示自己小小的锋芒与可爱。他们的互怼像是撒糖的新方式，嘴上不饶人，心里却软成一片春风。而那种越逗越甜的氛围，让观众忍不住在屏幕前露出一抹笑。你们吵归吵，能不能先放下彼此的喜欢再吵？互怼是假的，暧昧是真的。双引号，真正让银幕前的人磕到上头的，不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浪漫，而是细节。比如李沁害怕时下意识的靠近，比如龚俊换个角度站，只为让他不被风吹得太厉害，比如在一起看晚霞时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放慢脚步，比如栈桥上那一抹却足以融化整座城市的眼神对望。所有看似若有似无的细节，都构成了一个答案。他们相互吸引，他们彼此在意，他们的故事正在悄悄生长。或许他们并没有说出什么承诺，或许他们只是综艺中的搭档朋友，但那种在镜头之外仍无法遮掩的温柔与默契，却早已胜过千言万语。爱情有时就是这样，它不会大声宣布，只会在每一次靠近时悄悄发芽，因为它们让人相信，现实也可以比偶像剧更动人。李沁的柔与暖，龚俊的文与光，两个人并不是刻意匹配的性格，但他们的气质会在某些瞬间重叠，像拼图一样自然契合。他们的互动真诚，不做作，不刻意放电，却又处处带着让人忍不住想刻一下的甜味。或许这就是缘分最初的模样，不是惊心动魄，而是悄无声息；不是烟花绽放，而是夕阳余晖；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你轻轻走来时，我刚好心动。结语：有些浪漫只属于他们。夕阳会落，风会停，人群会散，但那一段被镀上金色光辉的记忆，却会一直留在观众心里。李沁与龚俊之间有一种柔软的、纯净的、轻轻碰触就会发亮的情绪，它不需要言语，不需要表白，只需要一个眼神，一抹微笑，一个下意识的靠近，就足以让人沉陷其中。是朋友，是心动，是缘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属于他们的浪漫，是属于观众的甜蜜时刻，也是综艺最美好的意义，在日常流光里照见心中最柔软的温度。或许未来他们会走向各自的道路，但此刻的故事已经足够美好。愿每一个看过这一幕的人，都能在生活里遇到这样一个人。当你害怕时，他会让你靠近；当你迷茫时，他会站在你身边；当夕阳落下时，他会轻声说：“一起看吧。”